26岁的陈默是一家普通公司的程序员，过着朝九晚九、平平无奇的单身生活。唯一的慰藉是半年前在一款交友软件上认识的神秘网恋对象未央，两人每晚都会聊到深夜，却始终没有视频通过话。盯着手机傻笑，未央，你今天又加班到这么晚，要注意身体啊！屏幕那头很快传来了温柔回复，这份虽然从未谋面，却格外真挚的牵挂，成了陈默平淡生活里难得的慰藉。陈默的损友老张得知他谈了半年网恋，却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忍不住当面调侃他是不是被人骗了感情。调侃的哥们，你这都谈了半年了，人家连张正脸照都不给你看，你就不怕是被骗了？自信的摆手，未央不是那种人，他说他工作性质特殊，不方便露脸，我信他。就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深夜，陈默的公寓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整齐划一的脚步声，紧接着几位身着古代铠甲、气势不凡的武士破门而入，恭恭敬敬地对着他单膝跪地。单膝跪地，郑重的陈默公子，末将赵铁奉陛下旨意，特来迎您回大眼王朝完婚。震惊的后退，完婚？你们是谁？陛下又是谁？这是什么恶作剧吗？陈默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赵铁身后那面古朴的铜镜便骤然亮起，一阵炫目的光芒将他整个人连拖带拽地卷入了镜中。待他再次睁开双眼，眼前已经是一座恢宏壮丽、全然陌生的古代皇城。瞠目结舌，这是哪里？难道我穿越了？望着眼前这座完全超出常理认知的恢宏皇城，陈默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被带入金碧辉煌的寝殿之后，陈默终于见到了那位让他魂牵梦萦半年的网恋对象。只见他身着华贵凤袍，头戴凤冠，气度雍容不凡，正是大眼王朝当今在位的女帝未央。温柔地望着他，沉默，对不起，瞒了你这么久，我就是你口中的未央，也是这座大眼王朝的女帝。难以置信，未央，你竟然是一国之君！这半年咱们聊的那些家常琐事，难道都是真的？未央坦然地向陈默解释了自己当初借助大眼王朝秘传的 communication， 竟试着联系上他的缘由。身为女帝，她身边充斥着阿谀奉承与权谋算计，唯独渴望能遇到一个不知道她身份、真心待她的普通人。郑重的这半年和你聊天，是我这些年过得最轻松、最真实的一段时光，所以我才鼓起勇气想要把你接到身边。郑重地握住他的手，未央，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这半年我认识的那个温柔体贴的你，从来没有变过。消息传开，整座皇城顿时炸开了锅，满朝文武对
这谓突然从意界而来，毫无背景的平民男子即将成为女帝驸马，一是反应不一不少守旧的大臣，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与质疑。轻蔑的一个来历不明、毫无根基的异界匹夫也配做我们大眼的驸马陛下，这是昏了头了吧？不容置疑的驸马人选是朕的决定，不容任何人智慧。满朝文武之中，全是滔天一直觊觎这朝政大权的丞相王延年，却打起了另一番算盘。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位毫无根基的意见驸马，或许正是自己用来进一步操控朝局，甚至取而代之的绝佳棋子或借口。阴冷的自语，一个毫无根基的异界匹夫想要坐稳驸马之位，正好可以借着他大做文章，彻底搅乱这朝堂的局势。一场针对沉默，甚至针对整座大衍王朝的阴谋悄然开始酝酿。出入皇城的沉默，对繁复的宫廷礼仪和尔虞我诈的朝堂规则一窍不通，屡屡在各种场合闹出笑话，不少心怀不满的贵族子弟更是借机当众羞辱讥讽他。讥讽的听闻驸马爷连最基本的朝拜礼仪都行错，也不知陛下是看上你哪一点？窘迫却不失礼貌，是在下学识浅薄，还望兄台多多指教。眼见沉默处处受人刁难，一直忠心耿耿护卫女帝的赵铁主动请缨，承担起了私下教导他宫廷礼仪乃至基础防身武艺的重任，希望他能尽快在这座危机四伏的皇城里站稳脚跟。郑重的公子，这座皇城远比您想象的要凶险，得多末将，愿倾囊相授，祝您尽快立足。郑重的赵统领，那就拜托你了。与此同时，一直深受女帝信任，素以刚正不阿著称御史林清河，却在一次例行查阅旧档案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几处足以颠覆认知的可疑线索。当年先帝暴毙的那场疾病背后，似乎另有隐情。神情凝重地翻阅卷宗，这几处记录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先帝当年的死因恐怕远不止官方记载的疾病这么简单。林清河决定暗中深入追查这起尘封多年却疑点重重的旧案，为了尽快除掉这个潜在的威胁，顺势搅乱朝局，王延年暗中买通几名亲信，伪造了一批足以坐实沉默异界奸细身份的虚假通敌书信，准备寻机将其公之于众，彻底除掉这个眼中钉。阴冷的，只要这批伪造的通敌书信一经曝光，就算陛下再信任他，也保不住这个来历不明的驸马。一场针对沉默的致命构陷悄然拉开了序幕。果然不出所料，数日后的一场朝会上，王延年当众呈上那批伪造
的通敌书信议政，辞言帝指控陈默是潜伏在大衍王朝内部，意图颠覆朝政的意见奸细。议政辞言的陛下，请看，这是从驸马住处搜出的通敌密信，此人来历不明，恐怕早已包藏祸心，意图颠覆我大衍江山。哗然，什么？驸马竟然是奸细？这如何是好？面对这突如其来、铺天盖地构陷，陈默虽然心中惊惧，却依旧强自镇定，而一直信任着他的未央，更是当众力排众议，坚定地站在了他这一边，拒绝不经查实便轻易定罪。不容置疑的丞相空口无凭，单凭几封来历不明的书信便想定驸马的罪，未免也太儿戏了。此事必须彻查清楚，再做定夺。郑重的陛下，臣对大衍王朝绝无二心，还请给臣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在未央的支持下，陈默联合赵铁和林清河连夜展开了调查。他们凭借着对笔记纸张来源的仔细比对，逐渐发现那批通敌书信中存在多处与陈默真实笔记不符的明显破绽。仔细比对着笔记，这几处笔画的运笔习惯和驸马平日的笔记大相径庭，这批书信十有八九是伪造的。郑重的林大人这么说，咱们已经握住了反击的关键证据了。顺着伪造书信的线索深入追查，三人更进一步发现伪造这批书信所使用的特殊墨料和印泥竟与王延年府中司用的物料完全吻合，种种证据都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王延年本人。郑重的这批伪造书信所用的墨料和印泥竟与丞相府中用的一模一样，幕后主使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三人心照不宣，决定趁着王延年尚未察觉，继续深挖这背后更大的阴谋。与此同时，林清河针对先帝暴毙旧案的秘密追查也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种种证据表明，当年先帝的疾病极有可能正是王延年一手策划的蓄意谋害他的野心，竟已经潜藏了数十年之久。震惊的先帝当年的暴毙，种种迹象都指向了同一个人，丞相王延年。他的野心恐怕早已潜藏了数十年。两起看似毫不相关的案件，竟在此刻交织汇聚，指向了同一个幕后黑手。察觉到陈默一行人已经查到了自己头上狗急跳墙的王延年，索性不再遮掩，他暗中联络早已被自己收买把持着部分禁军兵权的几位将领，准备提前发动一场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阴冷的下令，既然已经被他们查到了，那就别怪本相不客气了。今晚子时按计划行动，一举拿下皇城大权。一场决定整座大衍王朝命运的惊天政变正悄然逼近。得知王延年即将提前
发动政变的消息，陈默、赵铁和林清河连夜火速赶回皇宫，一边想办法秘密通知未央，一边紧急联络城中上忠于皇室为被收买的几支禁军力量，准备提前布防。郑重的末将这就去联络城西大营还忠于陛下的那支禁军，咱们今晚必须抢在王延年动手之前做好准备。郑重的好，我这就去通知陛下，大家千万小心。此时一到王延年暗中收买叛军，果然如约发动突袭，妄图一举攻入皇宫，挟持女帝，篡夺大权。幸好提前得到消息的忠于皇室的禁军已经严阵以待，与叛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宁孝，今晚过后，这大眼的江山可就要换主人了。怒喝乱臣贼子，休想得逞，给我死守宫门！混乱之中，陈默凭借着赵铁这段时间悉心教导的防身武艺和过人的胆识，一路冲杀忠于在内殿前与亲自坐镇指挥叛乱的王延年狭路相逢，正面对峙。阴冷的你这个来历不明的异界匹夫，今天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座皇城了。毫不退缩，王延年，你蓄意谋害先帝，又妄图篡夺皇权，这笔血债今天必须由我来替大眼百姓讨回来。千钧一发之际，未央亲率忠于皇室的禁军及时赶到，与陈默里应外合，当着城中百姓、满朝上尉、倒戈的文武百官面前，公开揭穿了王延年当年谋害先帝，如今又蓄意发动叛乱的滔天罪行。郑重的王延年，你谋害先帝，祸乱朝纲数10年的累累罪行，今日朕要你亲手证给天下人看。面如死灰，不，这不可能！你们是怎么查到这些的？失去了士气和大义支撑，叛军很快便土崩瓦解，终于皇室的禁军顺利平定了这场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王延年也被当场擒获，依法打入天牢，等待最终的审判。压着王延年，郑重的乱臣贼子，你的末日到了。这场几乎颠覆整座大眼王朝的惊天政变，终于在陈默一行人的拼死努力下被彻底平息。王延年很快便接受了大理寺的正式会审，鉴于他蓄意谋害先帝，策划宫廷政变等数十年来累累的滔天罪行，最终被依法判处极刑，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以及数十年来深受其害的无辜百姓。宣读判决逆贼王延年蓄意谋害先帝，策划宫廷叛乱，数十年来罪行累累，判处极刑，以正国法。曾经权倾朝野，阴谋潜藏数十年的野心家，终于为自己的累累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政变平息之后，满朝文武对陈默这位曾经备受质疑的异界驸马的态度彻底发生了转变，不少曾经轻视讥讽过他的大臣也纷纷
主动登门致歉，表达由衷的敬意。郑重致歉，驸马爷，当初是老臣有眼无珠，已出身轻视于您，如今老臣自愧不如，还望驸马大人不计前嫌。大度的大人言重了，能一起守住这座大眼江山，便是咱们共同的福气。政局彻底稳定下来之后，陈默和未央终于举办了一场举国同庆、盛况空前的大婚典礼，漫天烟花与百姓由衷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见证着这段跨越2个世界、历经风雨的姻缘终成眷属。郑重而幸福的沉默，谢谢你当初愿意义无反顾的陪我一起走过这段最艰难的岁月。温柔的未央，不管前路还有多少风浪，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大婚过后，陈默并没有因为身份的转变而懈怠，反而更加勤勉地学习朝政，体察民情，凭借着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渐渐赢得了满朝文武乃至天下百姓发自内心的真正敬重。欣慰的驸马，这大半年的长进，老臣都看在眼里，如今已经是真正能为陛下分忧、为百姓谋福的栋梁之才了。谦逊的林大人过奖了，我只是不想辜负未央还有大眼百姓对我的这份信任。凭借着在平定叛乱过程中展现出的过人忠诚与武艺，赵铁也被未央正式擢升为统领全城禁军的大统治，肩负起了守护整座皇城安危的重任。郑重的赵铁，这次平叛，你居功至伟，朕正式擢升你为禁军大统治，望你能继续守护好这座皇城。单膝跪地，郑重的末将必肝脑涂地，以报陛下知遇之恩。林清河也凭借着他不畏强权、坚持深挖真相的刚正品格，还了先帝一个迟到多年的公道，被未央正式加封为御史大夫，肩负起了监察百官、匡正朝纲的重任。郑重的林爱卿，这些年你不畏强权，坚持查清先帝冤情的这份刚正，朕都记在心里，如今正式加封你为御史大夫。郑重的臣定不负陛下重托，继续为大眼江山匡正纲纪。政局稳定之后，陈默还特意请求未央借助那面神秘的 communication， 竟让自己曾经的损友老张也得以穿越而来，亲眼见证自己如今这段离奇却又圆满的人生篇章。瞠目结舌，哥们，你这是穿越来当了驸马，我之前还担心你被网恋对象骗了感情，没想到你是捡到了一整座江山。得意的笑，老张，这回算是你欠我一个道歉了，未央可从来没骗过我。吸取这次惊心动魄政变教训，未央和陈默还携手推动建立了一套更加透明、更加制衡的朝政监察机制，防止日后再有权臣借着朝纲漏洞暗中滋生不臣的野心。郑重的这套监察机制，正是从这次经变里得来的宝贵教训，以后绝不能再让类似的悲剧
重演。郑重的有你在，还有林大人、赵统领在，我相信这座江山一定能越来越稳固。政变平息之后，陈默、桓特意抽出时间一加亲自登门慰问那些在平叛之夜为守护皇城不幸捐躯的禁军将士的家属，送上朝廷的抚恤与自己由衷的谢意。韩嘞，多谢驸马爷还记挂着我们这些平凡人家，我们一定把孩子教养成像他父亲一样忠勇的好儿郎，不辜负他当年舍身报国的一片忠心。郑重的嫂子，你们的牺牲大爷江山永远不会忘记，朝廷也会一直照顾好你们一家的生活。闲暇时候，陈默、桓凭借着自己来自现代世界的见识，尝试着将一些简单实用的农耕卫生知识分享给大眼的百姓们。虽然起初颇受质疑，却渐渐在实践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成效。惊讶的驸马爷教咱们的这种轮作法子，今年这地里的收成居然比往年好也近3成。欣慰的笑，这都是我以前在现代世界学到的一些浅显道理，能帮到大家，我也很高兴。在协助林清河追查先帝旧案的过程中，一位心思缜密、同样痛恨奸佞的女官苏婉嫣也逐渐与他结下了并肩作战的情谊，两人之间渐渐萌生出了一份惺惺相惜的朦胧情愫。温柔的林大人，这一路查案，多亏有您这样刚正不阿的人在朝堂上撑着，百姓才能多一分安心。略显腼腆，苏女官过奖了，能与你并肩查明真相，也是我的荣幸。大婚1周年之际，未央和陈默特意抛开繁忙的朝政，寻了一个难得的闲暇午后，漫步在御花园里，静静回顾这段从网恋穿越到携手平叛终成眷属的离奇却又圆满的姻缘。依偎在他身旁还记得咱们刚认识那会儿，我总担心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会被吓跑，没想到你不仅没被吓跑，还陪我一起扛过了最惊险的那场浩劫。温柔地揽住他，未央，不管你是普通女孩还是一国女帝，我爱的始终是你这个人本身，这一点从咱们第一次深夜聊天起就从来没有变过。皇城里一群孩子们还特意拿出了自己亲手绘制的一幅幅画作，画里的陈默和未央并肩而立，击退这奸佞的阴谋，俨然已经成为了大眼百姓心中当之无愧的传奇佳偶。举着画作，天真的驸马爷，你看，这是我画的，您和陛下一起打败坏丞相的样子，好看吗？蹲下身，笑着接过画，哇，画得真好，谢谢你，还把我们画得这么威风。入宫不久，宫中老资格的礼仪女官便特意设下了一场繁琐至极的用膳礼仪考教，从持箸的角度到布菜的顺序，每一个细节都有着严苛的规矩，让从未接触过
这些的沉默、手忙脚乱状况百出。严肃地，夫骂爷这持诸地子思还许哉焉若思当着歪榜世节地面处列错那克斯腰丢大雁颜面地苦笑嬷嬷说：“得是我一定加紧练习。”尽管起初状况百出，沉默却始终没有因为身份的尊贵而敷衍了事，反而每晚都主动加练礼仪。这份踏实勤恳的态度渐渐打动了原本对他颇有微词的礼仪女官。欣慰地我想到，驸马爷身份尊贵，却还愿意这么用心苦练这些繁琐的规矩，老身到四小看你也。谦逊的嬷嬷过奖了，我只是不想让未央因为我在外人面前丢了颜面。每到深夜，沉默都会准时前往教场，跟着赵铁苦练基础的防身武艺。两人在一次次挥汗如雨的训练中，渐渐从单纯的护卫与保护对象变成了能够彼此交心的挚友。擦着汗感慨的公子，这大半个月您进步神速，末将道是真心佩服您这份不服输的韧劲。喘着气笑，赵统领过奖了，我只是不想一直当个只会添麻烦的累赘。尽管与未央的感情日益深厚，沉默内心深处却始终存有一丝对现代世界、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与牵挂。这份复杂的情绪也让他时常在深夜辗转难眠。望着窗外的陌生夜空，轻声自语：不知道家里爸妈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他们一面。察觉到沉默这份深藏心底的乡愁，未央虽然心疼，却也深知这份牵挂是他身为普通人最真实也最珍贵的一部分。得知沉默深藏心底的乡愁，未央悄悄借助那面神秘的 communication， 竟帮他秘密联系上了远在现代世界的父母，让他能够在不暴露全部真相的前提下，得知家人平安的消息，稍解相思之苦。听着镜中传来的父母声音，眼眶湿润。爸妈，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现在过得很好，别担心我。温柔的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后朕会想办法让你能更常和家人联系。4重要的外邦使节来访宴会上，一位素来以言辞犀利、喜欢刁难他国使臣著称的外邦使节，当众抛出了激盗颇为刁钻的问题，试图试探乃至羞辱这位来历神秘的大眼驸马。挑衅的听闻驸马爷乃是意见而来，不知驸马爷对治国之道又有何高见，可说来让本使见识见识。从容不迫的大眼治国之道在于爱民如子，赏罚分明，这一点想必贵国与我大眼也是不谋而合的。沉默不卑不亢、滴水不漏的回应，不仅巧妙化解了这场刁难，更赢得了在场外邦使节由衷的赞叹与敬佩。就连原本对他颇有微词的几位老臣也不禁对这位年轻驸马刮目相看，由衷赞叹。没想到驸马爷虽
非出身名门浙愤机敏与气度却丝毫不输任何一位王公贵胄是本使失敬了。这场外交宴会上的精彩应对，也让陈默在朝堂内外的声望又提升了一个台阶。深入追查过程中，林清河还意外发现王延年这些年早已不是第一次使用伪造书信构陷政敌的手段，至少还有3位曾经与他政见不合的忠良大臣都曾被他以类似的卑劣手段构陷罢黜，乃至冤死狱中。震惊的翻阅旧档，这几起旧案的构陷手法与针对驸马的这起如出一辙。王延年这些年不知道还冤害过多少忠良。这份触目惊心，发现让林清河揭穿王延年的决心变得更加不可动摇。为了进一步搅乱朝局，转移视线，王延年暗中指使亲信在城中一处繁华的方式纵火制造混乱，幸好恰巧路过的陈默和赵铁及时察觉异样，合力救出了被困在火场中的数十名无辜百姓。感激涕零，多谢驸马爷和赵统领救命之恩，要不是你们，我们一家老小今天就交代在这场大火里了。关切的大家都没事就好，回去好好休息吧。救完人之后，陈默和赵铁冷静下来，仔细勘察火场，却发现起火点的种种痕迹都透露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人为纵火，种种迹象都指向这是王延年故意制造的烟雾弹，意在转移朝廷的注意力。神情凝重，这场大火起对蹊跷，恐怕是王延年故意放出来转移视线的，他怕是已经在暗中加紧谋划什么更大的阴谋。郑重的，咱们得加快速度，再晚一步恐怕就要来不及了。察觉到林清河和苏婉嫣的调查已经触及核心秘密，王延年索性铤而走险，暗中派出杀手，企图当街刺杀2人。幸好苏婉嫣提前察觉到了几分异样，2人才惊险躲过了这场蓄意的暗杀。惊魂未定，刚才那几个黑衣人的身手绝非寻常盗匪，恐怕是王延年派来灭口的杀手。郑重的，看来咱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痛处，这更说明咱们的方向是对的。一个难得宁静夜晚，未央罕见地卸下了女帝的威仪，向陈默坦白了自己身为一国之君，却始终要独自承受满朝猜忌与权谋算计的那份孤独与疲惫。依偎着他，声音略显疲惫，当了这么多年女帝身边能说真心话的人却是少之又少，有你在，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能稍微松懈一些。温柔地抱紧他，未央，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你都可以把我当成可以依靠的肩膀。得知叛乱即将爆发的风声后，一直忠心耿耿却长期被王延年排挤打压的几位老将也悄悄聚到了赵铁麾下，秘密重新
整合起了一之上忠于皇室的禁军力量，枕戈待旦之待时机成熟。郑重的赵统领，这些年咱们受王延年排挤，敢怒不敢言，如今总算是等到了能替陛下分忧的机会。郑重的多谢诸位老将军深明大义，这次平叛还需要仰仗诸位的力量。政变当晚，陈默主动请缨亲自率领一支精悍的小队前往防守叛军及可能率先突破的一处偏僻宫门。凭借着这段时间苦练出的武艺和过人的胆识，他硬是带着小队死守住了这处关键的防线。提荐郑重的弟兄们，今晚这道宫门绝不能让叛军踏入一步，大家跟我拼了！齐声呐喊，誓死守护宫门。混乱的政变之夜，苏婉嫣也凭借着自己对宫中布局的熟悉，协助组织起了宫中老弱妇孺及非战斗人员的紧急疏散工作，尽自己所能减少这场浩劫可能带来的无谓伤亡。指挥若定，大家不要慌，按我说的路线有序撤离到后院的地下密室里。惊慌的多谢苏女官，要不是您指挥，我们这些宫女今晚还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政变平息之后，宫中的御医们通宵达旦地救治着在平叛之夜负伤的忠勇将士们。陈默和未央也亲自前往伤兵营慰问感谢每一位为了守护皇城而浴血奋战的普通士兵。虚弱的能对陛下和驸马爷亲自来探望，咱们这点伤不算什么。郑重的你们都是大眼的功臣，朝廷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政变平息后的一个深夜，未央和陈默并肩坐在寝殿的窗前，聊起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浩劫给彼此带来的深刻感悟。身为统治者，真正的分量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而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感慨的经历过这场浩劫，我才真正明白，这把龙椅坐得越久，肩上的责任就越重。郑重地握住他的手，不管这份责任有多重，以后我都会陪你一起扛。超末王延年府邸时，陈默一行人还意外从一处极其隐秘的暗格中搜出了一本详尽记录着他数10年来贪没国库中饱私囊的账本，上面竟清清楚楚记载着一笔又一笔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的惊人数额。翻阅着账本，震惊，这上面记录的贪墨数额加起来，足以在修一座皇城了。王延年这些年到底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郑重的这笔账，咱们一定要彻底查清楚，该追缴的一分都不能少。追缴回来的巨额赃款很快便被未央和陈默悉数投入到了那些常年因为国库亏空而年久失修的水利、道路等基础民生工程之中，让这笔曾经被贪没的民脂民膏总算是
真正用回到了百姓身上。欣慰的汇报，陛下、驸马爷拨下来的这笔款项，咱们这一片长年失修河堤，总算是能彻底修缮好了，往后汛期百姓也能睡个安稳觉了。郑重的这笔钱本来就该用在百姓身上，能看到它真正发挥作用才是最好的结果。借助自己来自现代世界的见识，陈默还协助朝廷建立起了一套更加高效规范的驿站通信体系，大幅缩短了各地奏报传递到京城的时间，让朝廷能够更加及时地响应各地的民生问题。惊叹地驸马爷这套新的驿站体系推行之后，各地奏报传递的速度竟比从前快了1倍不止，当真是大有裨益。谦逊的，这不过是我以前见识过的一些简单道理，能帮到朝廷提升效率，我也很欣慰。苏婉嫣之所以对揭露朝堂黑幕格外执着，还得追溯到他自己的身世。他的父亲当年正是被王延年以类似的构陷手段冤死狱中的忠良大臣之一，这份深埋心底的家仇，让他从此立志要为父亲讨回公道。含泪，我父亲当年就是被王延年冤死狱中的，这些年我忍辱负重进宫做女官，就是为了总有一天能查明真相，为父昭雪。郑重的苏女官，如今真相总算大白，令尊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案件水落石出之后，未央特意下旨为苏婉嫣那为当年含冤离世的父亲平反昭雪，追赠官职，恢复名誉，并郑重下旨将他的事迹载入大典史册，以告慰这份尘封多年的冤屈。郑重宣旨苏爱卿当年蒙冤，朕深感痛惜，今特追赠官职，恢复名誉，并将其事迹载入史册，以告慰忠魂。跪地含泪谢恩，谢陛下隆恩，父亲泉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吸取这次政变中禁军内部一度出现内奸防线被轻易渗透的惨痛教训，陈默协助赵铁建立起了一套更加严格、更加注重忠诚考察的禁军选拔与训练体系，从根源上杜绝类似的渗透再次发生。郑重的这套新选拔体系，正是从这次惨痛教训里总结出来的，以后禁军的防线绝不能再被轻易渗透了。郑重的，由你亲自把关，我相信这座皇城的安危一定能得到更坚实的保障。4微服出巡的途中，陈默特意前往一处较为偏远的乡村，亲身体察普通农户的日常生活和真实的难处。这份不摆驸马架子，愿意俯身倾听的态度，让当地百姓格外感动。激动的没想到驸马爷居然会亲自来咱们这穷乡僻壤问咱们的难处，真是菩萨心肠啊！温和地，乡亲们的难处就是朝廷该操心的大事，我既然来了，就要把大家
的难处，真真切切地带回去。回朝之后，陈默、江、浙、烫、微服出巡，所见所闻详细呈报给未央，并恳切谏言，为这片常年遭受天灾困扰的乡村减免部分赋税拨发赈济粮款。未央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郑重进言：陛下，那片乡村这几年饱受旱灾困扰，百姓生计艰难，恳请陛下恩准为他们减免今年的部分赋税。郑重的准奏朕这就下旨减免赋税拨发赈济粮款，绝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过日子。减免赋税赈济粮款的旨意传到乡村之后，当地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由衷感激不少。村民还特意联名写了一封感恩的书信，托人送到京城，呈给陈默和未央。在感恩书信中，多谢陛下和驸马爷体恤咱们这些乡野小民，今年总算能踏踏实实地过个好年了。欣慰的看到乡亲们能安安心心的过日子，这才是咱们当初那趟微服出巡最大的收获。先帝当年暴毙的真相大白之后，未央特意率领满朝文武举行了一场庄重的追思大典，郑重告慰先帝在天之灵这份迟来数10年的公道，终于得以昭示天下。在追思大典上，郑重的父皇女儿终于查明了当年的真相，为您讨回了这份迟来的公道，您可以安心了。满朝文武肃立默哀，这场尘封数10年的冤案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点。政局彻底稳定下来之后，未央还特意下令史官将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还有陈默这段跨越2个世界的离奇因缘，完整真实地记录进大演的正史之中，希望能让后来人从这段故事里汲取勇气与智慧。郑重记录，陛下，这段故事臣一定秉笔直书，不负所托，让后世子孙都能记住这份惊心动魄却又充满人性光辉的往事。郑重的好，这段故事理应被真实地留给后来人。老张在大演盘桓数日即将返回现代世界之前，特意与陈默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长谈，两人聊起这段从网恋穿越到如今携手守护一整座江山的离奇经历，对命运2字都有了全新的感悟。感慨的哥们以前总觉得命运这东西虚无缥缈，经历你这事我才信有些缘分是真的能跨越整个世界的。郑重的是啊，能遇到未央，大概就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受陈默来自现代世界对教育重视程度的启发，未央还特意下旨在大演各地广设面向寒门子弟的助学基金，让更多像当年林清河一样出身清贫却怀揣报国之志的读书人有机会凭借真才实学出人头地。郑重的这套助学基金的设立，正是受了陈默的启发，咱们大演往后理应给更多寒门子弟一个
凭真才实学出头的机会。欣慰的能为大眼的读书人做点实事，我也日有荣焉。得知那面 communication 境的穿梭，并非随时可用，而是需要极其苛刻的天时条件。沉默一度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他意识到自己恐怕要在这座完全陌生的古代王朝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能再也回不去。惊慌的未央，你是说我可能再也回不去现代世界了？那我的工作，我的父母朋友都怎么办？愧疚的对不起，沉默，是我考虑不周，没有提前把这件事跟你说清楚。眼见沉默陷入恐慌，未央纵然心中万分不舍，却还是郑重地提出愿意想尽一切办法，哪怕耗费巨大的代价，也要尽快将他平安送回现代世界，绝不会强行把他困在这里。强忍着不舍沉默，如果你想回去，朕一定会想尽办法送你回去，绝不会勉强你留在这里受苦。沉默片刻，郑重的未央，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经过几天深思熟虑，沉默最终主动找到未央，郑重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意。比起回到那个平淡却再也没有未央陪伴的现代生活，他更愿意选择留在这里，和他一起面对往后的风风雨雨。郑重的未央，我想清楚了，比起一个人回现代世界过平淡的日子，我更想留在这里陪你一起面对以后的一切。眼眶泛红，激动的沉默，谢谢你愿意为了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决定留下来之后，沉默便主动尝试着帮忙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朝政琐事，只是由于对古代官场规矩的不熟悉，闹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乌龙，甚至一度把一份请安折子当成了紧急军情呈报给了未央。哭笑不得沉默，这份不过是寻常的请安折子，你倒是当成紧急军情给朕送来了。尴尬的挠头，哈哈，这我还得再多学学分辨这些奏折的轻重缓急。尽管闹过不少笑话，沉默却始终没有气馁，而是虚心向朝中几位经验丰富的老臣请教，渐渐摸清楚了处理各类奏折、协调各方事务的门道，处理朝政琐事的能力也肉眼可见地提升了起来。欣慰的驸马爷，这大半个月长进不小，如今处理起这些琐碎政务来，倒是颇有章法了。谦逊的多谢几位大人这段时间的耐心指点，晚辈才能有这些长进。在伪造书信的阴谋尚未得逞之前，王延年还曾暗中散布过一轮更加隐晦的流言，暗示沉默来自异界的身份本身便是一众对大眼气运的不祥征兆，试图借此动摇百姓和朝臣对他的信任。阴恻恻的散布流言，这异界而来的驸马，谁知道会不会给咱们大眼带来什么不祥的气运？这件事不能不防啊！这轮隐晦
流言虽然没能掀起太大的风浪，却也让沉默在民间的处境一度变得颇为微妙。面对这轮毫无根据的迷信流言，一直以理性严谨著称的林清河主动站出来，以详实的史料和逻辑清晰的论述公开驳斥这些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有效遏制住了流言的进一步发酵。在朝堂上郑重驳斥所谓气运不祥，不过是某些别有用心之人信口雌黄、蛊惑人心的伎俩，望诸位同僚切莫轻信。林清河这番有理有据的驳斥，也让不少原本将信将疑的朝臣重新恢复了理智。政务难得清闲的一天，未央提议与陈默一同女扮常服乔装，乘寻常百姓悄悄溜出皇宫，漫步在热闹的京城街市之中，享受这份身为女帝极其难得却又格外珍贵的平凡时光。雀跃的难得，今天政务清闲，咱们就好好当一回寻常百姓，逛逛这京城的街市。笑着牵起他的手，好，那咱们可得好好尝尝这京城有名的小吃。乔装出宫的两人兴致勃勃地尝遍了京城街市里各种风味独特的小吃，还一起玩了几轮热闹的街头游戏。这份毫无拘束、格外轻松的寻常快乐，让两人都格外珍惜。吃得满足，没想到这寻常百姓的街市小吃，竟比御膳房里那些精致菜肴还要让人感到踏实满足。笑着回应，这大概就是烟火气的魅力吧，再精致的山珍海味也比不上这份寻常的快乐。就在两人玩得尽兴之际，一位眼尖的老者却隐约认出了未央的真实身份，吓得当场就要跪地行礼。幸好未央及时示意他不要声张，并郑重叮嘱他保守这份秘密。惊讶的压低声音，这不是陛下吗？小老儿该此竟认不出来。温和的老丈不必多礼，今日朕只是想做一回寻常百姓，还望老丈替朕保守这份秘密。结束这趟难得的乔装出游之后，陈默心中对守护这座王朝、守护这些朴实可爱的百姓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他渐渐明白，自己如今守护的已经不只是未央一个人，更是这整座城里无数鲜活的普通人生。郑重地对未央，未央，今天这趟出游让我更加明白自己肩上的这份责任，以后我一定会更加用心地守护这座城，还有这里的百姓。欣慰的笑有你这样的觉悟，朕这颗心总算是又踏实了几分。一次闲谈中，赵铁向陈默坦白了自己家族3代人忠心护卫大眼皇室的渊源，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赵家，世世代代都以守护皇室安危为毕生的荣耀与使命。郑重的末将家族3代人都是守护皇室的禁军，这份忠诚是刻在骨子里的，绝不容有半点动摇。
郑重的照统领家族这份代代相传的忠诚，着实令人敬佩。尽管战功赫赫，赵铁在被擢升为禁军大统制之后，却一度陷入了对自己是否真正配得上这份重任的自我怀疑，反是陈默主动开导他，让他重新找回了应有的信心。略显低落，末将何德何能担对起这么重的担子？万一辜负陛下的信任，可怎么办？郑重的赵统领这一路以来展现出的忠诚与担当，大家都看在眼里，这份重任除了你，没人更配得上。为了让朝中上下都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来自异界的新鲜事物，未央和陈默携手筹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交流盛会，将一些现代世界趣味风俗与大研本土的传统庆典巧妙融合在了一起。郑重的这场盛会，正是想让大家看到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一样可以相互包容，彼此成就。笑着，没想到这些现代世界的小玩意儿，居然能让大眼的百姓们玩得这么开心。起初对这场异界风俗交流盛会颇有微词的几位守旧贵族，在亲眼见证百姓们乐在其中的热闹场面之后，态度也渐渐发生了转变，不再像从前那样一味排斥这位来自异界的驸马。感慨的没想到这些异界的新鲜玩意儿，倒也能给咱们大眼的节庆添不少乐趣，倒是老夫之前太过固执了。谦逊的大人过奖了，不同的文化本就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依次整理皇家藏书阁古籍的过程中，陈默和林清河意外发现了一则尘封已久的古老寓言。寓言中提及，当大眼面临内忧外患、气数将倾之时，会有一位来自境中彼岸的异乡人挺身而出，助其度过劫难。震惊的，这则古老寓言里提到的境中彼岸的异乡人，莫非说的就是驸马爷您？若有所思，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那面 communication 竟偏偏会选中我吧。得知这则古老寓言之后，陈默一度陷入了复杂的情绪之中，他不确定自己究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守护了这座王朝，还是仅仅只是寓言中那枚早已注定的棋子。对着未央坦白，未央说实话，得知这则寓言之后，我心里反而有点不是滋味，好像我做的这些事都只是命中注定而已。温柔的沉默，不管寓言里怎么写，你这一路拼尽全力守护大眼，守护我的每一份努力，都是你自己真真切切做出来的选择，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为了避免百姓将陈默的功绩简单归结为虚无缥缈的天命，未央特意召开了一场面向全城的公开宣讲，郑重强调陈默这一路以来的每一份功绩都是靠他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勇气换来的。
在城楼上郑重宣讲驸马能有今日这份功绩，靠的从来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天命，而是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拼出来的真本事。欢呼！驸马爷靠自己的本事守护咱们大眼，这才是真英雄。闲暇时候，陈默、桓会亲自前往晋军新兵营，为一批刚入伍的年轻新兵传授一些融合了现代理念与传统武艺的训练方法，深受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新兵们的喜爱和敬重。敬佩的驸马爷教给咱们的这套训练方法又新奇又管用，咱们进步的速度比从前快了不少。欣慰的笑，能帮你们这些年轻人更快地成长起来，我也与有荣焉。几年后，未央和陈默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举国上下无不为这份喜讯而欢欣鼓舞，由衷庆贺。皇城内外张灯结彩，好不热闹。温柔地抱着孩子陈默，你看咱们的孩子长得真像你。幸福的未央，辛苦你了，咱们一定会把这孩子教养成一个像你一样善良坚韧的好孩子。苏婉嫣和林清河这段在并肩查案过程中悄然萌生的情愫，最终也修成了正果。两人举办了一场同样温馨朴素的婚礼，未央和陈默亲自登门道贺，为这对患难与共的佳偶送上最真挚的祝福。郑重的多谢陛下和驸马爷亲自前来道贺，这份恩情微臣铭记于心。笑着你们俩这段姻缘也是患难见真情，朕由衷为你们高兴。得益于这些年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改革，还有陈默分享的农耕新法，大眼各地连续几年都迎来了格外丰盛的大丰收，百姓们的日子也愈发红火安稳起来。欣喜汇报陛下，驸马爷今年又是一个大丰年，粮仓都快堆不下了，百姓们都说这是托了陛下和驸马爷的福。欣慰的这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与林清河的闲谈中，陈默坦言自己对领导者这个身份的理解已经和当初刚穿越而来时截然不同。真正的领导者从来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是愿意俯下身倾听，愿意与百姓同甘共苦。感慨的刚穿越过来那会儿，我以为当驸马不过是享享清福，现在才明白这份身份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郑重的驸马爷能有这份觉悟，正是大眼百姓之福。又过了几年，再确认能够长期稳定维系 communication 净通道的方法之后，未央特意郑重安排将陈默的父母正式接到了大眼王朝，让他们得以亲眼见证自己儿子如今这段离奇却又圆满的人生篇章。激动地抱住他啊，妈，这些年一直担心你，没想到你竟然过得这么好，还当上了一国驸马。眼眶湿润，妈，这些年让您担心了，以后我会想
办法让您和爸多来这里住。陈默的父亲起初对这位身份尊贵的儿媳还颇有几分拘谨与忐忑，但未央不百半点女帝架子真诚谦和的态度，很快便打消了老人家心中所有的顾虑。欣慰的，这孩子虽然是一国女帝待人，却一点架子都没有。沉默能找到这么好的姑娘，是他的福气。温和的伯父，您过奖了，往后还望您和伯母多来这里小住，让我们也能多尽孝心。见识过大衍王朝的风土人情之后，陈默的父母索性决定多住上一段时间，老两口还饶有兴致地跟着当地百姓学习了一些传统的女工农活手艺，乐在其中。兴致勃勃地，我想到这大衍王朝的女工手艺这么精细嘛，得好好跟当地婶子们学学。笑着，妈，您慢慢学，不着急，咱们以后有的是时间。随着时光流逝，林清和、苏婉嫣的孩子和陈默、未央的孩子也渐渐长成了一起玩耍、一起读书的要好玩伴，两家人之间那份历经风雨并肩作战换来的情谊，也在下一代身上延续了下去。天真的未央姐姐的弟弟今天又跟我一起在御花园里捉蝴蝶了，可好玩了。欣慰的笑看着孩子们这么要好，倒是让我想起咱们当年并肩查案的那段岁月。每年到了当初那场惊心动魄的政变被彻底平息的纪念日，大衍王朝都会举行一场庄重而又不失喜庆的纪念庆典，缅怀那些在平叛之夜英勇捐躯的将士们，同时也庆贺这座王朝得以延续至今的来之不易。在庆典上致辞今日，是我大衍王朝浴火重生的纪念之日，愿逝者安息，生者长安。郑重的这场庆典，咱们会一直办下去，让后世子孙永远铭记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陈默始终坚持这记录一本私人日记，详细记下自己从现代世界穿越而来，再到携手未央一起守护这座王朝的完整历程，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本饱含深情的日记留给自己的孩子。写着日记，轻声自语，等孩子长大了，一定要把这本日记给他看，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泛黄的日记本静静地躺在书房一角，无声记录着这段跨越两个世界格外厚重的人生篇章。为了让更多人铭记这段历史，未央还特意下旨在皇城一角修建了一座纪念碑，郑重铭刻着那些曾经挺身而出协助平息这场浩劫的普通将士和百姓的姓名，以此永远铭记这段惊心动魄却又充满人性光辉的往事。在纪念碑前郑重的这座纪念碑，会让后世子孙永远记得平凡的坚守，同样能汇聚成照亮黑暗的力量。郑重的由这
做纪念碑，在那些牺牲的将士们也能含笑九泉了。一字难得的闲暇午后，未央和沉默望着那面曾经牵起他们姻缘的古朴铜镜，聊起了这面镜子如今已经不只是连接两人的姻缘信物，更是连接起两个世界、两个家族的珍贵纽带。温柔的当初只是想找一个能说真心话的人，没想到这面镜子最后竟然连接起了咱们两家人乃至两个世界。握住他的手，这大概就是缘分最奇妙的地方。谁也没想到，一次深夜的网恋聊天，竟然能牵出这么长、这么深的一段姻缘。林清河和苏婉嫣也时常在闲暇时光里回顾这段因查案而结缘，又因并肩追寻正义而愈发深厚的感情。对他们而言，正义与爱情从来都不是两件割裂的事，而是彼此成就、相互交融的珍贵历程。感慨的当初只是想查明真相，替你父亲讨回公道，没想到竟然查出了咱们这段姻缘。温柔的笑，这大概就是正义和真心最好的结合。多年后，陈默受邀为一批刚入朝任职的年轻外交官员进行分享，他结合自己跨越两个世界的亲身经历，着重强调了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的重要性。对着年轻官员们，你们以后出使各国一定要记住，不同的出身、不同的世界，从来不是评判一个人价值的标准，真正重要的是那颗真诚以待的心。台下年轻官员们郑重专注的眼神，让陈默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初入皇城一无所知的自己。庭审过程中，王延年的辩护之人曾试图以他晚年痊愈、熏心、精神状态有所失常为由，为他争取从轻发落，但面对他长达数十年条理清晰的蓄意谋划，这份辩解同样显得苍白无力，难以取信于大理寺。辩护大人，王延年晚年痊愈、熏心、精神恍惚，行事或有失当之处，还望从轻发落。反驳数十年条理清晰的蓄意谋害、处心积虑的政变策划，绝非精神失常所能解释，此罪必严惩不贷。政局稳定，大婚顺利举行之后，周边几个与大眼交好的邻国也纷纷派遣使节郑重前来道贺，并借此契机与大眼签订了好几份更加深入、互惠互利的邦交盟约，让大眼的国际声望更上了一层楼。郑重道贺，恭贺陛下与驸马爷大婚之喜，愿两国邦交长存，友谊永固。郑重回礼，多谢贵使远道而来，愿咱们两国今后能够携手共创更加繁荣安定的盛世。案件彻底尘埃落定之后，未央特意下令将那本揭穿王延年滔天罪行的账本原件郑重封存进皇家档案库，作为警示后世历任朝臣永远不忘全力监督中
重要性的永久见证。郑重的这本账本要永远留在档案库里，提醒后世子孙绝对的权利，若失去监督中将滋生绝对的腐败。郑重的有这本账本，在后世的朝臣们也能时时警醒自己。太学理的即为治学严谨的学者，还特意将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始末整理成了一份详尽的治国案例，列入太学的正式课程之中，供后世学子反复研读，汲取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与教训。郑重的这场政变始末里蕴含的治国智慧和惨痛教训，理应让每一代学子都能细细研读，引以为鉴。欣慰的能让这段经历真正变成后人可以借鉴的财富，这大概也是咱们这一路拼下来最值得骄傲的成果之一。见识过大衍王朝的风土人情，还有沉默如今这份踏实圆满的生活，老张索性动了心思，郑重向未央和陈默提出想要借助那面 communication 竟长期留在大衍发展的请求。郑重的哥们，我寻思这现代世界那份朝九晚五的日子也过腻了，能不能让我也留在这大衍王朝闯一闯？笑着拍他肩膀，行，有我在大衍，还怕你混不开。留在大衍王朝之后，老张在陈默悉心指点下，凭借着自己从现代世界带来的一些新奇点子，成功开启了一家颇受百姓欢迎的小店铺，渐渐在这座陌生的王朝里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兴奋的哥们，你是不知道我这小店这几个月生意好得不得了，这大衍王朝还真是块福地。笑着看你这得意样，当初还担心你在这混不开呢。孩子到了该开始学习宫廷礼仪的年纪，未央和陈默特意一同前往旁听孩子的第一堂礼仪课，望着孩子笨拙却认真的模样，两人不禁相视一笑，想起了陈默当年初学礼仪时同样手忙脚乱的窘态，笑着轻声说：“你看，孩子这笨手笨脚的样子，倒是和你当年刚学礼仪时一模一样。”哭笑不得，未央，你可别笑话我了，当年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学会的。闲暇时候，陈默还会悄悄教自己的孩子几句来自现代世界的简单词汇和小游戏，把这份独属于父子之间横跨两个世界的小秘密当作一份格外温馨的家庭传统。笑着教孩子，来跟爸爸学几句只有咱们俩才懂的悄悄话，这可是爸爸家乡的秘密暗号。孩子似懂非懂，却又格外开心地跟着学着这份横跨两个世界的珍贵传承，悄然在下一代身上继续延续了下去。又过了许多年，大衍王朝早已将那场曾经几乎颠覆整座江山的惊天政变深深封存进了历史的记忆里，唯有那座静静矗立的纪念碑
还有沉默、时不时、会、讲述、给、下、一、待、听的这段往事依旧鲜活如初，那段始于网恋历经风雨，终于携手守护一整座江山的传奇姻缘，也将随着这座皇城的灯火一起静静流传下去，长长久久，岁月静好，山河永固。又一个平静的黄昏，沉默和未央并肩站在皇城的高台之上，望着漫天绚烂的晚霞。曾经那场几乎颠覆整座王朝的惊天政变，还有这段跨越两个世界离奇姻缘，如今都已经彻底化作了他们人生里一段格外厚重却也格外珍贵的记忆，提醒着他们珍惜眼前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与幸福。望着晚霞，郑重地对着镜头，声音格外温暖而坚定。这段经历让我真正明白，真心从来不分身份和世界，只要守护着心中那份珍贵的牵挂，就一定能一起走到最后。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故事，别忘了点个订阅，下一部更精彩的原创故事，咱们很快再见。晚霞的余晖洒满整座重归安稳的皇城，一段始于网恋，终于携手守护一整座江山的传奇姻缘，也将随着这片晚霞一起静静流传下去，长长久久，永不褪色。恰如他们两人之间那份历经风雨却始终不曾动摇的深情，也恰如这座皇城历经劫难却愈发坚韧的安稳与繁荣。